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讲一讲怎样避免星轨。在 Plugins 里面，如果你打开这个新力放页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新力星轨页面。我们点击它，然后点击这一个切换按钮，就可以从星轨模式变到避免星轨模式。好，这时候大家就看到有一个500规则。所谓500规则呢，就是大家根据经验积累出来的一个规则，为了避免星轨，如果你用500除以你使用的这个焦距，得到的数字呢，就是你最长的快门速。比如说我们切换到14毫米的焦距，那么对应的就是36秒。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36秒拍出来的照片信息实际上有很长的拉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500规则实际上是一个过时的规则。为什么大家还会用呢？因为在以前的相机的高感不是特别好，而且光圈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为了能够保证足够多的曝光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500规则。但是随着现在相机的高感越来越好，实际上我们可以拍摄更短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引进了2个新的规则。第一个呢就是模糊圈规则。模糊圈规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规则，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进行最大的角速度，能够保证你在你的传感器上面不会跨过2个点啊。大家可以如果选中它，大家可以看到14毫米的焦距对应的是21秒，如果是换到24毫米呢是15秒，35毫米呢是11秒，大家记住这几个数值就可以了。这样一个规则是不是就保证完全不拉线呢？也不是，因为任何一个规则实际上都是一个折中，它要保证一定的曝光，同时呢又要能够保证信息尽可能少的去拉线。如果你想完全不拉线呢，你还要再短。那么在这一个新版本里面，我还引进了一个 MPF 规则。MPF 规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边是一个法国人发明的一个规则。它这里面呢，除了我们平时所用到的焦距以外呢，还用到了光圈。所以我们点进去看一看，这边多出了一个光圈的选择。如果是 1.8 的光圈呢，从14毫米的焦距变成了14秒，这比我们刚才混淆模糊圈规则的21秒又少了很多。那如果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如果你调节光圈，你会发现它的值在跟着变化，比如到了 2.8 就变成17秒了，到了 F4 呢就变成20秒了，这样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再把24毫米焦距呢变成了8秒，35毫米的焦距呢变成了6秒，这都比模糊圈规则要短了很多。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这一个规则呢实际上是和你的相机的像素有关系，所以我们点击它，在这边有一个设置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点进设置里面看一看，这里面会自动把你切换到这个相机设置这一栏里面，多了这几个选项，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传感器的大小，这边我用的是42 megapixel， 也就是相当于平均说的4200万的像素。在这种情况下，你这边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我们选择到35兆像素的话呢，我们点进去，然后返回看一看。好，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切换到 MPF 规则的话，你可以，这时候你会发现，那如果14的话呢，刚才我记得是14秒，那现在变成了15秒，因为这时候大家发现就发生了变化了，因为我们刚才从42兆像素变成了35兆像素。那如果我们改成更大的像素呢，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比如说改到100兆吧，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100兆。好，这时候刚才14秒，现在变成了11秒。好，说到这里呢，大家也许就有疑问了，你给我这么多选择，但我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设置才对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个答案呢，实际上取决于你所用的镜头和相机。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规则啊。如果说你的相机的高感不是特别好，比如说3200是你能用到的极限的 ISO， 你的光圈也许只能到 F4， 那我建议你呢用500规则。500规则让你可以使用到36秒，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可以到曝光计算这一页去看一看。我们先把它长按它一下，我把 ISO 先改到3200，光圈打到 F4， 然后快门打到30秒吧，打到30秒。好，大家看。在这样一个设置的情况下，你的这个 EV 值才到了负的5.9，
我们一般的理解呢，我们的星空的异位值是在-6到-8之间，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曝光参数计算出来异位在-6到-8之间会比较好。实际上这样值都是不够的，如果假设就算到了-6的话，差不多是32秒。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最高只能3200的话呢 ？F4 的头你只能使用500规则。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糊圈的规则。是对应的是21秒，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曝光计算这边来，同样我们长按它，如果这边改成20秒会是什么样的情况？-5.3，然后改成2.8的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了，因为改成2.8的头的话，这边就变成-6.4了，这已经在我们的星空的曝光范围之内了，所以就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2.8的头呢，建议你使用模糊圈规则。那下面呢就是这个 NPF 规则，它是提供的是，如果是1.8的头，说的是14秒。那我们再来看看曝光计算这边有没有可能，1.8的头3200 14秒，就13秒吧，-7，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用这个头就可以了。那说到这里呢，似乎就已经讲完了。但是呢，在设置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选择。我们到这个设置里面看一看，在这里多了一个大幅打印的一个选项。平时我们拍摄，如果说手机拍的照片，在手机上看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相机拍的照片呢，在电脑上看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照片打印出来，尤其是大幅打印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它的画质还是不是特别好。原因就是因为在大幅打印的时候，我们对画质的要求会远远比在电脑上看要高得多。那这时候呢，你这边就给你一个新的选项。如果说你要考虑大幅打印，请把这个选项选中。这个选中会造成的影响什么呢？我们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先我们选择这个模糊圈规则，我们先把这个去掉。模糊圈规则，14毫米焦距，刚才记得这个值是多少？21秒，现在变成了几秒了？6秒了。所以说一下子减到将近3倍。而这个 NPF 规则呢，我们也把它点掉，变成了7秒了。所以说，我们这时候需要的要求是14毫米焦距，你只能使用6秒才有可能。那这个6秒我们能够实现吗？那我们同样可以到这个曝光计算这一页去看一看。如果改成6秒的话，这个才5.9，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 ISO 打高一点，打到6400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参数就附带6.9就可以在拍摄星空了。那换句话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有大光圈的头，同时呢还要有高感非常好的相机，我们才能保持这样一个6秒的一个拍摄时间。我相信大家到此应该明白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大幅打印的选项。另外呢，在这个设置里面还有一个新的选项传感器的大小下面有一个衍射的极限光圈。这个以前呢，这个并不重要，因为以前的相机的像素没那么高，所以它每一点比较大，衍射对我们画质的影响不大。但是随着我们像素越来越高，画质会有明显的影响了。这个衍射实际上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光学的一个原理我这边就不多说了，我这边只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用42兆的这个像素的相机的话呢，你的衍射极限光圈是 f6.8，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 f 超过了 f6.8，你的画质就可能因为衍射而造成影响。那这个 f6.8 实际上是很多在拍摄过程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平时说的风光摄影的最佳光圈都是说 f8 到 f9。好，那我们退一步讲 ，f6.8 呢是一个极限的一个光圈。如果说你把这个光圈翻1倍，基本上可以保证画质。换句话说，如果这边显示 f6.8 的话呢，我们到 f13.6 的这个光圈都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你用 f11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像素进一步增加的话，比如说到了100兆，那这时候就变成 f4.4 的极限光圈。换句话说，最小光圈你只能用到 f8.8。那 f8 才是你可以用的，反正 f11你都不能用。那再比如说，我们调一个22，像佳能的无敌3的这个大小，
在22兆的情况下，它的极限光圈是 f9.3，那乘以2呢就是 f18.6，所以你 f16可以用，而 f22还是不行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最佳光圈，一般都是说最佳光圈在 f8、f9，你最小用到 f16，不能比它再小了，就是这个原因。f22、f32这些光圈呢，如果你在考虑画质的情况下，都是不能用的。好，这就是衍射。衍射这边呢，我会给大家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云曼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仅仅想得到结论呢，通过这个 APP 就可以让你得到结论。但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衍射的原理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写的这篇文章。好，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